看见了吗？我对比了现有的图库，没有发现与之匹配的。小哥哥，倒回去。停，瑞华丰达。凶手靠近了这辆车，咱们或许可以提取到指纹。那这车停的位置不太好呀，只能看到副驾驶的位置。但你看副驾驶这位置，前面有一个抽纸盒。咱们把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调出来，找到这辆车。那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呢？笨呐你！你就看着这个监控，确定车子离开的时间，然后再找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，不就行了吗？对呀。谢谢您的配合。应该的，幸亏你们及时找过来，不然啊，我今天洗车，肯定车上那些什么指纹呐，什么都是没有。找到了吗？您还找指纹呢？指纹有点多，得一个一个踏下来再做筛查。辛苦了，回头请你吃饭。根据指纹和掌纹，基本上可以认定死者确实不是安琪，而根据现场所采集的生物检材，皆与死者的 DNA 符合。如果不是死者本人的，那只能说死者有一个双胞胎姐妹。但是我看了所有的资料，说死者是个孤儿，没有孪生姐妹啊。资料上没有，不一定真的没有。还记得沈飞的口供吗？他的描述跟思文和邻居的截然相反。请人眼里出西施呗。不，沈飞的描述跟房东是一致的。而且我记得思文曾经说过，安琪的性格突然大变。不可能吧？有可能的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了交换体验人生？等找到安琪，一切就都有解释了。你们看过案发之前的监控视频吗？啊？死者总该有一个进场时间吧？行李箱应该是凶手把死者运到现场的工具，不过照现在看来，他应该把行李箱已经给扔了。只要这个箱子没有扔出小区，就有办法把它找回来。左哥，箱子找到了。好，痕检那边已经确定，这箱子就是运死者的工具。但是这个牌子的箱子，货源太多太杂了，查起来太困难了。
没准儿死者在现场还会留一些其他的东西。要不我去找找？哪位？是我，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接电话。大哥，你在哪儿？二队正在找你。听好，我只说一遍，让王队用紫外线灯检查他们的手臂，他就会明白。你说一半，我能明白什么？我现在只能相信你了。当然，我们是兄弟，我当然会帮你。你还不相信我吗？但你不能一直躲下去。你赶紧回来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喂，喂，是木夏吗？他说什么了？他说让王队用紫外线灯照。你知道规矩的。我去找沈队。别动！玩他！那图案什么意思啊？该交代我都交代清楚了，东西也在你们手里，其他的我无话可说。我劝你看清形势，早点坦白，争取宽大处理，否则的话，你一定牢底坐穿。哼，性子还蛮硬的啊！把这档案全部调出来，一个一个的查。是。告诉你，干净的人不会在我们这里出现的。王队，交代什么了吗？他就算是不交代，这个图案我一样可以查到。我再嘱咐你一句，如果穆教授再给你打电话，你一定要拖住他，让他赶紧回来。我知道。枸杞，这是把酒洒上面了吧？左哥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那尽快把他的资料给我吧。啊，谢谢。安琪确实是被领养的。福利院那边已经证实了，她有一个双胞胎姐姐，现在正在找她姐姐的养父母。我比你快。痕检那边查出死者的衣服被泼了鸡尾酒，里面有新鲜山楂的成分。我查了几家专门用新鲜山楂做基酒的酒吧，其中泰山路有家店的老板说认识这个姑娘，不知道名字，但知道是附近舞蹈学院的学生。那就把照片给舞蹈学院，让他们协助调查。给彪子打电话，让他注意苏倩的身份信息。
倩，系主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有说什么事儿吗？不知道，貌似是有人找你。有人找我。你说这安琪不会有所察觉了吧？哎，彪子，确定吗？几点的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安琪刚刚用苏倩的身份证买了一张机票，现在应该是在去机场的路上。老师，麻烦您跟门卫确定一下车牌号码，咱们电话联系，好吧？嗯，好，谢谢啊。我就跳下去。安琪，你先别冲动，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放过我呢？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一切，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？你冷静一点，有什么事我们共同面对，共同解决。解决不了。好，你别冲动，别冲动。安琪，你听我说。韩天明的事是个意外，那不是你的错。你冷静下来，你跟我到那边，咱们慢慢说，好不好？晚了，都晚了。你不说，我们怎么帮你？其实那个男人是苏倩找的。所有这一切都是苏倩招惹的。从小我就知道我是被捡来的，他们养我，只是为了换他们儿子将来娶媳妇儿的钱。我初中都没毕业，他们就把我卖给了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。当天晚上我就从家里逃出。我真的好不容易才到这里，我是真的想活下去。为了活着，每天都在酒吧里面对形形色色的人。我以为我这辈子也就这样，直到我遇到了苏倩。哎，你们俩长得好像啊！哈根达斯，你肯定没吃过吧？看你心疼的样，你吃我的吧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收养他的是一对商人，家里很富有，他从小就可以得到了一切。可是他竟然还不满足。苏倩，你今天怎么约我来这儿啊？你不上学啊？你不知道大学的课都是很无聊的吗？上不上都一样。还是你好，每天都能去酒吧玩。我那是赚钱，不是玩。唱歌跳舞的多好玩啊！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替我去上学，我替你去玩。赚钱。啊，安琪，好不好嘛？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适合他，也适合我。我甚至觉得，老天爷终于把我的生命轨迹掰回来。可是没过多久，苏倩她竟然说她想要换回去。可是我不想啊。可那毕竟是别人的人生。我知道。
所以我就当是做了一场美梦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苏倩她之所以想要换回来，是因为她招惹了毒贩，她拍了李老板贩毒的视频，还有那个韩天明，也是她先招惹勾引的。她以为我是苏倩，她强暴我没有办法，我捡起东西我就砸了下去。他捅我，我杀人了，我恨苏倩，他将我的生命毁得一团糟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可以毁了我的生活之后，然后再完整的得到一切？可是我呢？我不甘心。陈宝盘，你叫我来这干嘛呀？你有东西拿着？什么东西？你们干什么？人是你招惹的，凭什么要我买单？安琪，你冷静点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你是想要钱吗？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啊！把我的人生毁了，你怎么还能这么心安理得呢？安琪，安琪。安琪，安琪，你别这样！你想要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都给你。我保证我不会说出去的，我真的不会说出去。我想要你的人生，你给吧。既然你不给，那我就自己拿了。终归是姐妹一场，所以我让你多活了2年，也算是仁至义尽。放心吧，好好的跟这世界道一别，我让你安安静静的走。对不起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为你做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真不知道这一切是谁的错。从来就没有能交换的人生。
我们队查到那个图案了，跟一个叫极乐鸟的国际制毒贩毒组织有关，并且根据我们在穆教授家里搜集到的资料来看，他好像也在调查这个组织。那这么看来，有没有可能是一次针对穆教授的栽赃？我当然是愿意相信自己同志的，但目前没有任何一项证据是可以帮到他的，你晓得吧？案子我会继续查，但老沈，找人这件事情你得帮帮我。如果穆教授还不出现，我只能采取全城通杀的手段，到那个时候，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的。我明白。这件事情，我们队一定会配合。难为你了，兄弟。找你的。哎，喂，二队查到极乐鸟了。木木，你找了周子帮你啊？事情有点复杂，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听好了。记住了吗？木木，你赶快出现吧！你消失的越久，对你越不利。我们是兄弟，如果你是冤枉的，我一定会帮你。你们不用找我，我会出现的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喂，喂。他们为什么会知道？哪位？我们得聊一聊。好啊。王队，没人。人呢？他给我打电话，我第一时间就通知您了。人可能走了吧？他还可能在哪里啊？周子应该知道。有些事儿，你该给我一个交代了吧？他告诉你的。你一直都知道，你什么都知道，可是你什么都不说，我还傻乎乎的什么都告诉你，我竟然相信你会帮我。你信不信我？我现在不跟你说别的，你必须跟我走。我不会跟你走的。木夏，你别逼我！我会回来的。报告王队，发现木夏踪迹，请求增援。
我这笔生意真是做亏了。你这样下去，我不会跟你一样被通缉吧？哎，穆老板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我要找东西弄。你凑合着看吧，就查到这些。李延俊4月25号入的境，去了中国西部、南部那几个城市，最近几个月才回来的，一直住酒店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些都是他给你的。啊？什么他给我的？跟上他。再快点！这已经最快了，市区不让开这么快的。再快点！王队，发现周子的车了。走吧。小梁，到位没有？到位没有？王队，还有1分钟。再快一点，一定要在路口截掉他。收到，给我加速。现在怎么办？哥们儿，这下被你害死了。快左转，跟上王队的车。咬住他，一定不要让他跑掉。不跟了。啊？留着。小梁，自行包抄，右转。小梁，快把车逼停！收着。出去！别动！王队没有。人呢？木像哪里去了？我都说了800遍了，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看来我们今天要彻夜长谈了。我这里有2片生片，我陪你耗着，你不说我不走。哎，我说王队，我哪知道您陪我耗着是不是？有这功夫，您出去查查。少来了，木像能第一时间找到你，说明你们的交情匪浅，并且你能坐在这里，也一定是特意所安排的。不是，他有什么安排也不可能告诉我呀。你们跟他相处这么久了，他什么人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我这样跟你说好了，我们是很想帮他的，但需要他配合。他这样一声不吭，搞来搞去，搞得我们很被动，你晓得吧？
王队，这么跟你说吧，他在哪儿我是真不知道，但是他跟我保证过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要不你们再等等？好的呀。我去把我的森片都拿来，我倒是要看看，是你的嘴巴紧，还是我的森片多。王队，怎么样？他说木夏在哪儿吗？这个小子，说穆教授答应过他一定会回来的。王队，我觉得您还是全程通查吧。王队，你们不会真要……我去找你们队长啊！老沈啊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这案子上面盯得紧啊，我也说不过去了。再给1天时间吧。再给1天，再给1天，我做什么？喝凉茶呀？你与其盯着穆教授查，还不如把网撒的大一点，直接查极乐鸟。这个解决了，其他的都明白了。好了好了，唠叨的。线索我会继续查，但真的，如果他明天再不出现，我只能全程通查了。喝茶，喝茶。这5个人每次来都是不同的包厢，此外再也没有多余的人进去，也没有多余的人离开。他们来这儿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对，有人进去过。是你吗？如果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，我奉陪到底。这就是你们现在了解极乐鸟的信息啊？啊？说话呀！王队，没情况。穆夏搞的？应该是他。去西极科，让他们手机定位追踪。是。哦，你好，外卖到了。我记得我没知道，那个老实点。带走。走。啊。
恭喜你！我知道是你。拿证据说，我爸没教过。我会找到的。我提醒你，如果你是针对我，尽管放马过来；但如果你还另有所图，我劝你早点收手。我对你没兴趣。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。无聊。下车。下车。这儿不是英国，你别忘了。穆教授，你回来了。哎，穆教授，穆教授，穆教授，你回来了。木木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担心死你了。虽然对方已经承认了所有的事情，而且也承认了对你是栽赃陷害，但是我总觉得这里边没有那么简单。穆教授，像极乐鸟这样的组织，为什么会盯着你，并且你好像比我们更早的知道极乐鸟的事？因为我一直在调查他们。我认为我老师的死和他们有关。没有了，我们需要你提供更多关于极乐鸟的内容。极乐鸟，国际贩毒组织，一直致力于研究最新型的致幻剂。我知道的就那么多。在我们彻底结案之前，穆教授，你需要随调随到。好。木木，怎么样啊？啊？木木，你真不准备跟左哥说清楚啊？喂，木木，你下课了吗？是这样，化研所这边有个案子，现场比较复杂，请你过来帮忙看看呗。为什么是你给我打电话？你先来，你来了我跟你说，好不好？照顾好伯父。哎，那个木木来了，我先不跟你说啊。你看，是不是挺复杂的？不复杂都不好意思请你来。
左哥他请了半天假，陪他爸去医院了，所以才是我跟你联系的。又喝多了？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这个实验室安保要求很高啊。管理员说这是一间重点的实验室，因为其中涉及到了一些危险的化学材料，还有药物配方，所以不管是人员还是原料，管控都非常紧。能够进出这间实验室的，一般都是学校的一线教科精英，包括尖子生。像我们这种学渣，想都别想。是你没有门。这实验室有自己的通风系统，所以这几扇窗户基本就是摆设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没有？火灾破坏了现场，因救火，现场又遭到了2次破坏，无疑加大了我们工作的难度。只能尽可能的提取，然后再逐个做分析。火源在哪儿？电脑主机，我找彪子看过，他说硬盘差不多都已经烧融了，数据无法恢复。那就是奔着电脑主机来的。我想办法查一下电脑里的内容。警官，你让我们进去一下吧，里头有台设备特别贵。哎，别吵了。怎么回事？警官您好，我叫王明，我是周教授的助手，这些都是他的学生。我们听说实验室发生火灾，想进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抢救出来，而且里头有2台设备特别贵，是进口的。还有数据千万不能有事儿。但是火是从电脑烧起来的，硬盘都烧融了。哎，小姑娘，你别哭啊！那数据没了还能再做吗？你懂什么？你知道我们这个项目做起来有多难吗？什么项目？有机化学。算了，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。警官，不好意思啊，他今年马上就要博士毕业了，发生这样的事，难免情绪有点激动。啊，理解。但是事情已经出了，想办法解决吧。啊，倩倩，要不然咱们先去医院看一下周老师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吧。我们可以一起去吗？你先。秦先生，银行那边事儿我已经听说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秦先生身体不舒服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这孩子，大夫说了，不是什么大毛病，小手术，做完就好。爸，电梯来了。哎，在家吃饭啊。周老师，你怎么不好好休息啊？我就是想趁着现在自己还记得，能抢救多少是多少，赶紧把它记下来。医生也不让我出院，这样，我一会儿详细的跟你们说一下。你们回去之后找院领导再开一间实验室，务必要把这些实验重新启动起来。知道吗？你说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？这没日没夜的辛苦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要完成了，最后关头出这么一档子事儿，太对不住你们了，这次损失实在是太大了，有可能还会影响到你们的毕业和考核。不过放心，我已经发了邮件，会尽量向院领导申请。不让你们再受损失。老师，你别这样说，人没事就好。
老师，正好一位政法大学的穆教授和2位警官也想来看你一下。赵老师，您好，您身体怎么样？方便我们问几个问题吗？可以，您想问点什么？你们这个项目大约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大概3年前吧。什么时候能结束？我们的数据都已经弄完了，就差最后的汇总。本来这周就能结束的，没想到出这事儿。我们这个实验做了3年了，可是偏偏在最后一周这样，太巧合了。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怀疑的对象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很了解这个项目。不可能，我们这个项目事关重大，除了实验室这几个人能接触到，我们对外绝对是严格保密。实验室就是我的家，我除了带学生做实验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得罪了谁。我都问完了。那您好好休息，如果想起什么，请跟我们联系。穆教授，谭警官。怎么了，同学？其实曾经有一个人跟周老师结过仇。谁呀？沈东云，他也是研究院的教授，他带的小组和我们组是竞争关系。这能说明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有一天我来的比较早，我路过沈教授的办公室，我听见他在打电话，我发现他在举报周老师，他说周老师乱搞男女关系，还要求院方取消对周老师的评奖。那这个沈东云是怎么了解周老师的私生活的呢？他就是在栽赃陷害。周老师今年35岁，他没有谈过恋爱，也没结过婚，他怎么可能乱搞男女关系呢？他的生活只有实验室和他的学生们。我们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们都看在眼里的。一定是这个沈东云，一定是他搞的鬼，而且他的实验室就在我们隔壁呀。谢谢你提供的这个消息，我们会去核实的。
如果说凶手作案之后从这扇门逃走，那门口监控就拍不到了。谁在那儿？你们谁呀？干什么的？请问你是沈教授吗？我是啊。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解释什么呀？你们以为我愿意在他隔壁啊？我已经跟院里说了很多次了，就是不肯给我换个工作环境。这幢实验楼是幢老楼了，之前是一间很大的实验室，用门隔成里外2间的，所里面又抠门的不得了，用板材隔成2间，那肯定隔音很差了。而且这个女的每天从早到晚吵吵闹闹的，我已经投诉很多次了。你们要不信，去院里问好了。这种板材是聚酯纤维板，在125到4000赫兹内的吸音系数是0.2到0.98，正常情况下你根本听不到隔壁的声音，除非有意从门缝里偷听。啊，是啊，我是听了，怎么这也犯法吗？但故意伤害和恶意纵火，可就算犯法了。请问昨天晚上您在哪儿，在干嘛？不好意思，从上周开始我身体就不适，一直在家养病，直到今天我才来了实验室。那请您不要擅自离开本市，配合我们调查你的不在场证明。好，我等着。他不在。左哥，你跟木木难道就没有一点可以回旋的余地了吗？别跟我提了。哟，这小脾气。你听我一句，木木没有告诉你，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。他那脾气你比我清楚呀。我不清楚。案子怎么样了？有个叫沈东云的怀疑对象，这是案发当日他们家门口的监控录像。监控显示，他回了家之后，确实就再也没有离开过，所以不太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。但是我再看看吧，怕有什么破绽呢。嗯，倒回去。停。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？王明同学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查了一下你的银行卡，钱又该到账了吧？能解释一下吗？沈东云为什么会固定给你打钱呀？手机。删了，动作挺快啊。不过没关系，银行的流水你可是删不了的。还有问题吗？周小飞的助手已经都说了，你买通了他，让他做你的眼线，替你监视周小飞的项目进展，还拷贝盗取了实验室所有的数据和资料。沈先生，
请您严肃一点。好笑吗？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。即使 U 盘在手，你们这些外行也看不明白。还是让我这个真正的专家来告诉你们真相吧。其实呢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最想一把火毁掉实验数据的是他自己。这是沈东云的标注。根据他的说法，案发前一天，他拿到即将汇总的数据之后，就发现周小飞的项目根本就是一场套取项目资金的学术骗局。我已经拷贝了一份到研究所，如果鉴定出来的结果确实是数据造假，那也就意味着这3年的时间里，这些学生全都白忙了。直接去找周小飞。你看得懂吗？当然。当然。门口的监控没有拍到任何人，不是因为凶手会隐身，而是因为所谓的凶手根本就不存在，对吧？这个项目一旦结束，所有的数据都会曝光，到时候我就会审判你。没想到，我费尽心思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你的那些学生们的前途，你考虑过吗？他们不值钱，负责这个项目的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要是对不起，也只有对不起他们。他们每天没日没夜的，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一些无用功。周教授，你错了，而且错得很离谱。人不应该随意践踏自己所钟爱的事物。既然你已经花了时间和精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，你就不应该轻易放弃，更不应该投机取巧。一个女人想要在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，你知道有多难吗？你知道我比那些男人都付出了多少倍的努力吗？我有野心，我想要做得更好，我有什么错？可是当我到达了那个高度、那个位置，我就再也突破不了。那你也不该造假呀！像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没有想那么做。可是我们的实验一直不成功，院里已经打算叫停了。你知道，光那2台进口的设备就价值100万，我能怎么办？我负担不起，所以想不能停，不能停。也许你说的对。人是不应该轻易践踏自己最热爱的东西。可能从我开始决定那么做的时候，我就不爱他。
校方刚刚公布了数据鉴定结果，确实是假的。周教授这回是真了。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。某些人先对自己负责任，再来说教别人。你在这儿啊？找你半天了。你破案啦？没有，那没你们的陪伴，我哪破得那么快？那你干嘛？我拿死者资料，顺便给你们过过眼。你们帮我看看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发现？啊？